回国以后，我一直在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不肯嫁给蒋黎明？我以为我有婚前恐惧症，但其实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你。你不会是已经睡了吧？这还不到8点钟呢呀！只要你答应跟我复合，我可以立马给蒋黎明打电话，跟他说这个婚我不结了。咱们俩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们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咱们只适合做朋友。你现在这样对我，无非就是想逃避家族的婚姻而已。你就别自欺欺人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你不相信我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给蒋黎明打电话。喂，魏哲老师，达林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可怎么办呀？我给他打了一堆电话，发了好几条微信，他都不回我。他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，天天失眠药吃安眠药的。哎，我最近一直都陪着他，我就今天没在。你说，他该不会做什么傻事吧？你先别说了，我马上去他家里看看。好，拜托你了啊！那个备用钥匙就在门框上面啊，谢谢。我知道了。我有个好朋友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紧过去一下。是江达林吧？我都听见了。改天我约你，咱们俩再聊。张大林，张大林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我就是胃疼，我一天没吃饭。哎呀，我喝点热水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没事儿。我来吧。我来。谢谢啊。你不是号称已经过了失恋这劲儿了吗？这算什么？绝食啊！瞧你那点出息。我也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是真的吃不下去饭，没胃口。失眠是怎么回事啊？邦尼跟我说，你这几天可是离不开安眠药了，吓得他每次只敢给你一粒，怕你想不开。邦尼怎么什么都说啊，烦人！我其实白天还好，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。可是，一到晚上，尤其是一个人待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这脑子
这么一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。你就拿张纸吧，说说，都在想什么？在想，我爸要是不出事就好。他要是不出事的话，我这个时候还在澳洲上学呢，就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说不定最后都考上博士了。可现在连我爸在哪儿都不知道。那我们2个人以后不用再见面了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觉得我们俩现在这关系啊，很不正常。都这么熟了，逛过一次街吗？看过一次电影吗？甚至连次饭都没吃过。我不想再这么偷偷摸摸的了。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，光明正大的交往？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。挺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你告诉我，我们2个这么不清不楚的，算什么关系？说不出来了吧？如果你已经验证了我们2个人现在之间的关系，那么我们就此打住。本来这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情，谁也不欠谁的。你说的还挺潇洒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你说的要求我做不到，我只能放弃。我不明白，做我女朋友有那么难吗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想改变我们2个人现在之间的关系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做不到。等等，陪我吃顿饭总可以吧？可以啊。答应我爸我妈守住 DL， 可是我真的没信心，不知道我自己行不行。还有谭新凯的事儿，我怎么那么蠢啊？我真的太信任他了。骗我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发现。他演的真的特别好，你说他对我那些是假的吗？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些事情，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是个傻子，我还因为他的事情跟你吵架。跟你发脾气，真的好丢脸。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，让我承受这么多。一点都不想做什么总裁，我也不想害人，我就想好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给动物保护协会捐过钱呢。我就想当一个普普通通、平平凡凡的女孩子。所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倒霉？我还不倒霉吗？那我跟你讲讲我的事儿。我是一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我
我6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。我还记得他们离婚的那天，专门带我去吃了一顿麦当劳。整顿饭，他们俩出奇的安静，一句都没吵。一吃完饭，他们就告诉我，他们俩已经离婚了。他们以为我会又哭又闹，但我一点都没有。我那个时候对婚姻也没什么概念。我心里还挺高兴的，我觉得我终于不用再听他们俩吵架了。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妈生活在一块儿。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不想让我妈跟那个男的结婚吗？你没有见过你的亲妈，上午还戴着婚戒，不管不顾的吵着要结婚，晚上就哭哭啼啼的吵着要离婚。而且这种事情她做了不止一次。这就是我亲妈。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妈，又摊上这么一个对我不管不顾的父亲，我该去怪谁呢？现在你是不是多少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我是一个不婚主义？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对婚姻都充满了恐惧，都充满了不信任。再后来，我就去读研究生，我记得中间有好几次啊。我也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无法释怀，好多事情我自己也想不通，几次我都想退学，但碰巧那个时候我遇上了你父亲。你父亲在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，非常的精彩。你们对公关的无知让我很失望。其实公关在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。现在，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，在10分钟之内，尽可能多的去搜集校园里陌生异性的联系方式。今天听课的都不包括。也就是因为那次演讲，让我对公关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。晚上好呀，宝宝们。不知道你们偶尔会不会也像我这样，漫漫长夜却无心睡眠呢？这么晚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睡啊？你们都在干什么呢？打游戏、吃宵夜。我可不敢吃宵夜，会长胖的。敷面膜。哎，这个提议不错，我准备一会儿也敷一张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如果有人送我18支车队，我就考虑考虑跟他见一面。不过我估计应该不会有人送的。谢谢希区萨特送来的18支车队。我还记得我办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帮一个被经纪公司
恶意封杀的小明星，成功的讨回了公道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价值，还有目标。一晃我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也办了几个已经被载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。我获的奖，至今没有人能超越。但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得了焦虑症。为什么？人家结婚的时候不会来找你，只有离婚的时候才会来找你；人家开业的时候不会来找你，只有破产的时候才会来找你；人家风光的时候从来不会来找你，只有倒霉的时候才会来找你。所以这个行业的负能量实在是太大了。你说我们的内心要有多强大才能够挺过来？我承认，我是一个脆弱的人，所以我的心理医生一直跟我说我不适合这个职业。那你说，我是不是更应该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无奈的经历？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？我是不是比你更倒霉？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平，不如把命运攥在手里。即便将来失败了，我们也是虽败犹荣。来，为2个倒霉蛋，我干一杯。怎么，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有点意外。不会是不敢见面了吧？怎么会？我这人言出必行，从不耍赖。那好，你跟我见面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不过我最近没时间，等过一阵吧。没问题，时间你定，地方我定，只要别食言就行。OK。你别喝，你身体不好。我想喝。你接着说啊。我再跟你说个秘密啊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跟裴玉分手吗？而且为什么我跟他分手以后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没有谈过恋爱？
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女的亲密接触，接吻都不行。我要是一旦和女的亲密接触了，我的急性焦虑症马上就犯了。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不是还经常去酒吧泡妞吗？那其实是我心理医生让我去的。他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异性，那都是他给我布置的作业。还真有这种病啊！我还一直以为这种病都是电影里面演出来的呢。嗨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别啊！那你这个病严重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？你刚才说跟女性亲密接触不行，接吻也不行，那牵手呢？牵手行吗？不知道。心酸的承受，掌声着不被看破。有一双命运的手，安排了和你的邂逅。空荡的心，你悄然将我。我的沉默，你的挥动，全然感受。多感动，不需要说出口。不害怕社交冷漠，想都有你被折磨。照亮心底角落，闪沉睡的爱浮光。贴上夜晚的星空，被你唤起温柔，紧紧握住你的手。决定陪你到最后，人海中纵横交错，却许你还等待着我，那么相同。我们的执着，我的心叫你的挥动，全然感受，多幸运不需要说。魏哲，你太过分了！这大晚上的我还看着电影呢，别以为你是我的 VIP 客户，我就是随叫随到的。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。我今天晚上必须见你，我又犯病了。
虽然我还没晕倒，但是我已经离晕倒不远了。我现在浑身都是冷汗，我现在心跳也加速。我再说一次，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。我又买了你20个小时的心理咨询时间，4万块。你以为花了钱就可以随便支持我呀？进来吧。不好意思。坐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接了个吻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吻，关键是我主动吻的他。你知道，一开始他先抓的我的手，他抓住我的手以后，我没什么反应，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然后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要不要去吻他？我要不要吻他？然后我就看他的嘴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吻上去了。吻上去以后，我就犯病了，然后我就浑身难受。我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气都喘不过来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？有压力吗？你说她一个小女孩能给我什么压力呢？我飞机上遇到气流是不是都比这个压力大？而且问题是我现在最近都很好，我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就是吻上她以后，我整个人都不对劲了。你知道我现在什么状态吗？就像是在加油站里让打火机点着了一样，砰的一声，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砰你个头啊！不就是亲个嘴吗？又不会怀孕。你别跟我的病人这么说话啊！他是病人，我现在也有病了。我跟我女朋友好好约会来着，现在可好，我的女朋友却在跟一个男人坐在这里谈论接吻的事情。你的病回家治，你先出去吧。那我在车里等你啊。你刚才说你接了个吻，我说了半天，你没听到吗？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！来，你把你接吻前后的情况仔仔细细再跟我说一遍。出什么事？走到上楼说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好啦。真亲了！小点声，干嘛？不是我说你，这一个谭鑫凯都把你搞得要死要活的，现在换成这种段位的高手，你会被嚼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的。我有那么傻吗？跟我说说。感觉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不是你说我怎么办呀？我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呀？扛住，死扛！你必须死扛，除非他先来跟你表白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。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不仅仅是朋友，还是同事，是合伙人，你们要在一起工作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男女之间的事情，你一旦挑明了，那就没得挽回了，一定会疑神疑鬼，忍不住去关注对方的私生活。那你们这以后还怎么公事公办啊？所以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装傻，哪怕是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你跟他2个人，你也一定要打死不承认。我敢打赌，周一上班他遇见你，他肯定装得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一般情况，他这么早绝对不会来上班的。等一会儿我往办公室一躲，不到下班绝不出来。
妈呀，他今天疯了吧？脑子是不是坏了？我等下一班电梯不就得了呗？妈呀！他俩真的接吻了？是啊，本来俩人正喝酒呢，结果莫名其妙就吻上了。说谁呢？张东宝。昨天晚上电视剧大结局啊，你看了吗？两个主人公最后。今天空调有点热，找人清一下。哦，张总怎么了？谁知道？走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是上个月的汇总和我的报销单。喂，裴大小姐今天没来上班，听说上周五晚上你俩约会去了，怎么伤人家心啦？哪来这么多听说？他以后不会来了，放心了吧？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像我这种金牌助理，你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哎，路易斯，还有事儿？你是女的吧？你能不能从一个女人的这种角度啊，帮我分析一个情况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无意中和他的那个女同事啊，就怎么了？哎呀，接吻了？对，之前毫无征兆。毫无征兆。他其实本来是去探病的，谁知道这么一来二往的就发生了。他不想负责任，就接个吻还要负责任啊？那你在纠结什么？对呀，我有什么好纠结的？什么叫我纠结什么？是我那个朋友就不用再纠结了。你根本没有男性朋友。你说话注意点。承认吧，你说的就是你自己。快告诉我，那女人是谁？这个 ，Oh my god， 江达林。真是江达林啊！老大，你还真下得去嘴啊！你知道我去，手上去。你还真下得去嘴。我跟你说了，是个意外。肯定是你先吻他的，总不会他先吻你的。哎呀，误会，我们俩其实就喝了酒了。酒后乱性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抽你啊！我劝你啊，还是放过他。为什么？你这个人吧，的确很有魅力，尤其是对女人非常的有吸引力。除了像我这种能够看透你本质和看透自己本质的女人，才能待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当你的助理。哎呀，你的本质不重要，我的本质是什么？你的本质啊，就是喜新不厌旧。你的优点就是对女人很好，你的缺点是对所有女人都很好。哎呀，挑重点说。重点就是你们俩不合适。我压根儿也没想跟他怎么样嘛。对呀，问题就在这儿，你根本没想跟人家怎么样，你去招惹人家干什么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太礼貌吧？
不然呢？难道你还要上去打个招呼，跟人家说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吻了你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没病。你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懂过礼貌啊？我有这么不堪吗？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个干嘛呀？自己连个男朋友都没谈过，我在对牛弹琴。别人身攻击啊！哎，文森特，好久不见。你说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跟裴玉分手吗？而且为什么我跟他分手以后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没有谈过恋爱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女的亲密接触，接吻都不行。我要是一旦和女的亲密接触，我的急性焦虑症马上就犯了。周一上班，他遇见你，他肯定装的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好。你有事吗？温森特刚给我打电话了，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大客户，华盛集团。华盛集团对之前的公关公司不太满意，想换，所以温森特推荐了我们。客户下午就到。这是客户的资料。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呀？扛住，死扛！你必须死扛，除非他先来跟你表白。所以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装傻，哪怕是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你跟他2个人，你也一定要打死不承认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啊？哦，下午到。客户下午到。这是笔大单子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让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乔总，这边请。各位，我乔云龙这人啊，说话呢喜欢直来直去，不喜欢绕弯子，可能那就没那么好听了。我呀是特别讨厌这种什么宣传呀、公关呀、形象工程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没用，跟外面卖的那些保健品是一样的，花不少钱把东西买回家去了，吃了，到底它有多少功效，恐怕连吃的那人他都不知道。我觉得，真要有那些钱，那还不如给我们公司的这些员工多发点福利，至少他们能够死心塌地的把他本职工作做好。乔总，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别打断我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不是公司要上市了吗？我才发现不对了，这游戏规则一夜之间它全变了。你就说媒体吧，我面对着他们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对付他们？我不会了呀。还有那追着你屁股后面，跟你要钱的，甚至是骗钱的，我要是不给他们，他们就得想着法儿的造谣抹黑你。完了事儿呢，还得给你打电话，舔着脸还是要钱，这不等于没皮没脸吗？啊！可你说你说我能把他们怎么着？我报警，那不倒成了给他们脸了吗？这时候呢，经高人一指点，我才知道这上市感情还得公关呢。没辙呀，既然要玩这个游戏了，咱就得按照这游戏规则来。